If you are a parent who wants to help your kids learn Chinese but aren't sure what really works, you are in the right place. As a native Chinese teacher and a mom, I understand how hard it can be to raise bilingual kids who actually want to speak Chinese. I've spent years trying different methods to figure out what really works. Today, I'm sharing 5 real strategies that actually work. The same ones I use with my own child. No fluff, no outdated tips, just practical ideas you can start using right away. Whether your child is bilingual, trilingual, or an ABC learning Chinese, these strategies will help make Chinese for kids more fun and effective. In this intermediate Chinese lesson, I'll be speaking mostly in Mandarin. Feel free to turn on English subtitles if you need them, and check the description for extra resources to help you practice. Let's get started. 我是 Elena 老师，欢迎来到 Making Sense of Chinese。今天这堂课，我要跟你分享我自己的亲身经验，帮助小孩学中文，尤其是双语或多语环境下的小孩。我在上一堂课曾经提到，虽然我有15年以上的中文教学经验，却不能像教学生一样的教自己的小孩中文，因为我主要是教成人，而小朋友的注意力很短，很容易分心，他们不像大人那样可以坐下来学习，再加上如果学习的过程太无聊，提不起小孩的兴趣，他们马上就不想学了。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发现下面这5种方法最容易成功，也最能让小孩子感兴趣。第一个方法是看中文卡通和动画电影。卡通是小朋友们最爱的东西。如果你是非中文母语的家长，这个方法非常适合你。越来越多超人气的卡通在 YouTube 上推出中文版的官方频道，像蓝色小精灵、小猪佩奇、玛莎与熊等，不但观看方便，也深受孩子们的欢迎。另外，曾经在台湾或中国上映过的动画电影，几乎都有中文配音版本。例如功夫熊猫、冰雪奇缘、冰原历险记等著名的动画电影。孩子们一边看卡通，一边就学会了很多中文单词跟句子，这比起强迫他们看着课本学习要有效多了。而且小孩会一直重复看同样的内容，每一部电影都可以看好几十次，完全不感到厌烦，这样语言就不知不觉地进到他们的脑袋了。第
第二个方法是用中文玩游戏。小孩子最喜欢玩的就是游戏了。如果能一边玩一边学中文，那就太棒了。我经常跟我的小孩玩买卖东西的游戏，用玩具当蔬菜、水果、钱币，他当杂货店的老板，我就当客人。我也会亲手做单字卡，跟他玩猜中文字的游戏。除了自己动手做，市面上卖的各种儿童玩具跟游戏都可以用中文来玩。透过玩游戏，孩子能够很自然地复习学过的中文单字，而且一点也不觉得无聊。第三个方法是让孩子跟中文母语者互动。如果孩子除了爸妈以外，还有机会跟其他人，甚至是别的小朋友用中文互动，那一定会进步的超级快。比如说，我们的社区前阵子搬来了一个中国家庭，我认识了那位中国妈妈，我的小孩也很自然的跟他的小孩变成了好朋友。两个小孩经常一起玩，也用中文一起聊天，这比起一直跟大人对话更有趣，也更有学习效果。第四个方法是每天说中文故事。说故事给小孩听，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要。所以不管再怎么忙，我坚持每天至少说2次故事给我的小孩听。一次在早上叫他起床的时候，我会说一个早安故事；一次在晚上睡觉前再说一个晚安故事。说中文故事给小孩听，不但可以让孩子自然地学习中文，还能拉近亲子之间的距离。如果你没办法自己说中文故事，但是身边有中文母语者的话，比如孩子的爷爷、奶奶或保姆，也可以请他们帮忙说故事给孩子听。很多儿童图书馆也经常为小朋友举办说故事的活动。如果你家附近的图书馆有这种活动，一定要好好利用。第5个方法是听中文儿童故事 Podcast。 除了我自己说故事，有时候我也会让小孩听中文的儿童故事 Podcast。 这其实也是考量到孩子看荧幕的时间不能太长，而听 Podcast 就是最好的替代方法。达伶姐姐说故事和达达阿姨说故事，这2个节目是我最推荐的中文儿童故事 Podcast。 2位主持人的语速刚刚好，声音很生动，而且故事很有趣，很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当然，小孩必须能够理解基本的中文，才能用这个学习方法。一开始听，
可能会有点吃力，但是慢慢听，慢慢学习，理解能力就会提升。其实让小孩上中文学校或讲中文的双语学校是公认最有效率的方法。如果你非常希望孩子未来能够说流利的中文，住的地方也刚好有双语幼儿园、华侨小学或是其他中文学校，也可以考虑让孩子去那里上学。因为在学校里，孩子每天都跟同学和老师用中文互动，再加上有系统的学习，中文能力会进步得非常快。除了我分享的这些方法，你有没有用过其他方法来帮助你的孩子学中文呢？欢迎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经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也别忘了帮我点赞。I hope today's lesson gave you a boost on your Chinese learning journey. To access related resources for this lesson and save time on your studies, check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If you enjoyed this lesson, explore more helpful content in the playlist here. See you there!